各位現場及線上的同學，大家好。歡迎大家來新北哈，我是新北吉祥物耶。好，那個講座哈開始前呢，先跟大家就是工商服務一下，講一下。大家知道今天我們架上的書5折嘛哈，除了新書以外啦，好架上的書，看得到的就是5折啊，現金哦。好，沒有辦法刷卡，好，現金，好，全部都是5折，好，那大概就是差不多是大典過後，好，大典過後到11月之間，好，那我們新北的鶯歌那邊的會址會開始慢慢的動工，現在已經開始在做評估了，好，現在已經開始在做評估了，那就麻煩大家，好，讓新北好搬家，雖然主任看起來很愁用哈，但是那麼多東西，也搬不了那麼多啦哈。那大家盡量把書給帶回去，好，然後因為我們11月沒有公益講座，好，11月這邊沒有公益講座，好，所以大家趁今天的機會，好，或者是有空的時候就來新北這邊架上看看。那線上的同學的話，也可以詢問一下，好，你可以在那個賽斯文化的官網上面看你喜歡什麼書，那我們再看看現場有沒有這樣的書，哦，那可以的話呢，也可以協助大家，那大家盡量就是把書給帶回去，好，那我們接下來搬家的時候可以順利一點，好，那 OK， 那講到大典呢，就是我們就是這個月的，就是基金會的大事，就是我們的賽斯大典，對不對？10月17、18、19，好，那17、18是榮譽村民工作坊。好，那18、19呢，就是我們要到賽斯村，好，去參加我們1年1度的賽斯大典，國際賽斯大典。好，那在這一次呢，我想大家也都有看到了哈，這一次那個我們花蓮光復的事情，那身為光復的鄰居，好，就是我們在鳳林的賽斯村，好，這一次也加入了整個大家的行動，好，提供了一個安置的空間，那供我們救災的志工，好，有一個休息、吃東西好的一個地方，好，因為鳳林就在光復的旁邊。OK， 好，那這一次呢，我也想要邀請現場跟線上的大家，我們給我們在花蓮鳳林的賽斯村掌聲鼓勵。好，也給我們的基金會團隊哈，整個賽斯推廣團隊哈，掌聲鼓勵，真的，啊，就是象徵着我們的賽斯推廣，好，其實都是跟大家走在一起的，是跟民眾在一起的，好，所以呢，歡迎就是現場哈，現場的大家跟線上的大家，哦，就近的各地分會，哈，有空都去走一走。好，都去認識，好，啊，有空就去走一走。好，那今天講座的題目呢，就是也算是因應了這一次的主題啦，哈，如何終止，好，如何終結無止境的焦慮與擔憂。那我們就掌聲邀請我們的身心靈大師許天勝醫師。好，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好首先謝謝我們現場這個人山人海的同學啦哈。那因為接下來是禮拜一是中秋節嘛，所以等於說現在是在中秋連假當中。好，那剛剛講哈，我們的賽斯村真的好棒棒哈。那作為光復災區的這個最靠近的鄰居。那本着賽斯心法的精神，真的能夠來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好，就讓大家知道賽斯心法並不是只是一個理論的概念，好，賽斯心法也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東西，而是怎麼樣能夠進入到更多人的人生。好，許師先回應一下哈，今天台灣又有一個新聞就是某靈修團體，那又爆發出這個虐待學員的一個案件出來。那聽說那個學員好像有累積他們的學費，高達多少錢？好像上百萬還是？有是到1000萬嗎？好，因為他們那個課好貴，聽說一堂課就要20萬。好，所謂的靈修團體，好，他們的一堂課就要20萬，對。好，然後那個學員好像就一直在那邊靈修，
上課，然後也積欠了很多的學費。那後來那邊的人等於說就有一點類似把他軟禁在那裡，然後不讓他吃東西，不讓他吃東西。那最後他就等於說有一點營養不良，然後在那裡就餓死了。餓死在他們的那個靈修的道場。那個費用是積欠多少？好，那關於費用的積欠許醫師再談一下我們基金會開的課程，各位你們都可以積欠，都可以積欠，也可以分期付款。好，那到了年底，工作人員他們基於會計年度還是會稍微催一下。好，但是你可以不理他。好，工作人員基於會計年度還是會催繳你們當年積欠的學費、積欠的工作坊的費用，但是你可以不理他。好，而且絕對不會軟禁各位，也絕對不會軟禁不給你東西吃。好，也絕對不會提起法律訴訟。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好，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基金會，我們本來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參加工作坊也好，參加學習也好，都是希望以學習為第一位。那甚至許醫師的診所也會提供碩二的新研所碩二學生的兼職實習，還有碩三的全職實習。那他們的實習費用也都可以分期，也都可以積欠。好，那會計年度到了，還是會催繳，但是你可以不理他，好不好？好，所以我們基金會這個也是可以讓各位積欠，好不好？好，那剛提到我們是就是以學習放第一位。好，所以另外一個部分，許醫師覺得我們的單位第一個，只要來參加我們賽斯活動的，許醫師都希望你們彼此關係是單純的。好，不要有金錢借貸關係，好不好？好，不要有金錢借貸關係，那不要有相互的金錢的投資關係。好，除非你們本來就認識，好，除非你們本來就有你們的生意的往來，好，否則我都會希望我們的基金會的學習都可以是單純的。好，那因為我知道很多外面的團體都會因為你在這裡認識誰，然后就跟人家借錢。好，來，許醫師完全不鼓勵。好，如果有人要賽斯家族跟你借錢，你就跟他講，第一個，許醫師絕對不鼓勵；第二個，叫他去跟外面的人借，好不好？好，我们這裡希望大家是單純的，不要有太多的金錢利益的關係。好，那再來，我們基金會的精神一向是自由自在。好，一向自由自在，就是絕對不會控制各位。好，你喜歡來你就來，你不喜歡來，你屁股搖一搖你就離開。好，這裡不會去掌控任何人。好，我們是在推廣賽斯心法。好，甚至也不會洗腦任何人。各位，好，如果洗腦你的話，洗腦你的目的是要你做你自己。所以整個賽斯思想是在培養獨立思考的個體，培養獨立自主的個體。對，甚至許醫師會跟各位說，我甚至不要你聽我的，除非我說的話打中你的內心。來，各位明白我要說的意思。我甚至不要你聽我的，除非我說的話打中你的內心。所以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我要你聽誰的？自己的。所以整個賽斯心法是在引導各位拿回自己的力量，做自己的主人，然後開啟你們每個人的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跟什麼？神通。對，好，所以我們不是在發展一個組織。來，各位，我們不是在發展一個組織。對，好，甚至非常有趣。好，你去問所有
賽斯家族，好，你們甚至不會私下接觸得到許醫師。大部分的師父有沒有？師父海鮮，好，都是被這個崇拜者所圍繞。好，你幾乎不會看到許醫師旁邊圍繞一群人，不會的，各位，因為我不會讓你圍繞。好，我也不會讓信徒追隨，各位，不會的，因為許醫師永遠回到我自己，永遠回到我自己。好，所以我們這裡不發展任何的這種偶像的崇拜，師父的這個海鮮的權威，好不好？好，那簡單來講，這裡就是讓你們每一個人找回自己的神性跟佛性的地方。OK。好，那我們這邊包括今天的講座一樣都是，公益免費的，包括許醫師也不拿講師費，不拿講師費。這20-30年來，許醫師的賽斯讀書會沒有拿講師費，許醫師的公益講座不拿講師費。來，各位，不是1年2年，是30年，是30年。因為很簡單，各位，我自己是一個開業的醫生，我有我自己的收入，我不缺這個錢，因為這個不是我的主要收入來源。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好，許醫師不缺這個錢，對，好，那這個再講個笑話，好，許醫師也不會貪基金會的錢，因為我比基金會有錢，你們就知道基金會有多窮了。我不會貪基金會的錢，因為我比基金會有錢，懂我的意思？許醫師不會去這個貪污基金會的錢，對，是啊，因為我有我自己的職業，我不靠這個為生的，所以來這邊公益講座也好禮拜3台北的賽斯的讀書會，管顧的賽斯讀書會，每個月許醫師在台北至少有3場都是免費的，然後再講一下我們的新園丁系統。許醫師非常開心，我們的新園丁的系統已經推廣到對岸了，來鼓掌一下。來，我說句實話台灣政府應該頒獎給我。許醫師真的是為兩岸的和平在努力，而且是民間的力量。好，我們的新園丁的陪談，包含大陸的年輕人都開始在使用了。好，所以要邀請大家來參加3個東西，一個就是許醫師2個月1次的免費志工培訓。好，那是關於我的部分，但主任會有他們各地的培訓。好，比如說未來我們的網絡電視台就會跟台北跟新北分會結合在一起，會到我們的鶯歌去，所以我們需要大量的網絡的剪輯的人才。你們現在就要開始學，好不好？所以未来網絡電視台現在會請培育主任兼任代理主任，那下面會配置一個正式工作人員，其他的就全部都要用志工了。因為網絡電視台本來就沒有在盈利，它是基金會裡面純公益的團體，純公益的团体，所以未來我們要發展網絡電視台的志工，包括你們可以拍短影音，包括你們可以幫忙剪輯影片，包含今天的公益講座，各位有興趣把它剪得很好笑，把許醫師剪得很好笑，對，都可以。好，所以我們需要很多將來網絡的人才，好，做成各式各樣的短影音。好，再來就是剛提到我們有魔法師的培訓，如何打開內在感官，如何以賽斯心法，包括感覺基調的練習，那我們正式的賽斯修仙體系要來成立了。好，賽斯的修仙體系，好，從練氣期開始，從我們的感覺基調練氣期開始，好，慢慢要走上這個修仙的道路，好，開悟解脫的道路，好，所以我們有這個魔法師的培訓，好，再來我們有新園丁的培訓，好，大家知道許醫師的專業是精神科醫師嘛，好，那我們診所有20-30位我們的諮商臨床心理師，包含今年前幾天剛公布今年的國家諮商
心理師的考試，賽斯家族就有8位通過了，來鼓掌一下。有8位通過國家心理師的考試，而且八位年紀一個比一個大。我們現在最高年齡的是70歲，方美珍在70歲，這個也是國家考試及格的心理師，在70歲還是69歲還是70歲那年考過心理師。OK， 好，那我們的佩玉主任目前也在就讀社工研究所，來給他鼓掌一下。好，所以我們整個賽斯家族在一個往上的提升。好，所以各位你們來參加新園丁的培訓。那我們現在，剛剛提到大陸的同學、大陸的年輕人也開始接受我們新園丁的服務。那新園丁前3次服務完全免費，就是由我們培訓出來的新園丁。簡單來講，新園丁就是以賽斯心法為基礎的張老師就對了啦。我用這個角度來解釋，所以你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助人者，但是你必須經過培訓，必須經過考試合格，你才能加入新園丁的服務。好，但是你可以先接受新園丁的服務，所以你們周遭任何人都可以來申請。前3次完全免費，但你知道第4次你就要經過專業的精神科醫師，像許醫師或正式心理師的評估，你才能再接受接下來的服務。好，那前3次是完全免費的。好，所以你周遭有任何人，不管是有精神病、神經病，還是有病沒病，還是腦子抽風，這個腦子有洞，各位都可以來接受服務，好不好？還是你沒有任何病，你是想體驗什麼叫新園丁？來，可以一樣接受預約。你去跟新園丁談，我想跟你談我的內心世界，我想認識我是誰，我想請你來幫助我自我覺察，可不可以？來，各位可以。所以等一下每個人結束都可以去預約。來，你看我沒有事想跟你談，我只是想跟你說說話，可不可以？可以。來，各位可以。好，所以我們所訓練的新園丁，並不是只是針對精神病、神經病，有病沒病的這個狀態，是你想要自我覺察，你想要自我認識，你都可以來申請任何新園丁的服務，而且申請沒有條件，沒有條件。來，大家鼓掌一下。來，我甚至講白話點，你是想找人說說話，來吧。你就是講你孤單，你寂寞，你冬天到了會覺得冷，你就是只是想找人說說話。各位，一樣，你來預約，我們來提供服務。好，所以你們可以加入。剛講3個東西，一個是許醫師每2個月1次的，免費的培訓，由我本人培訓。好，再來就是我們新園丁的培訓，再來就是我們魔法師的培訓。好，那各位怎麼報名就不要再問我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報名，請洽各地基金會，好不好？各地基金會。好，來，今天有沒有來那個同學那個抱枕可以借我一下嗎？你自己本人也想上來是？哇，我們的小美女，大家給她鼓掌一下哈。她目前正在深圳念書，然後這個是她畫的。來，重點是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許醫師的賴貼圖啊。許醫師在賴上面有一個貼圖，這個是恐龍。那為什麼我是恐龍？因為在我的婚姻關係裡面，我是恐龍，我太太就是那個綿羊，對，就是每天在恐龍的威脅之下。來，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來，麥克風。他最近是在深圳念書，然後這位同學他未來是想走服裝設計，然後接下來有可能會到意大利去學時裝設計。來，跟大家講一下話。講你是怎麼樣從小被霸凌到還願意活下來而成為一個服裝設計師的。來，先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品璇。然後這
這件衣服是我設計的。啊，這件衣服是你設計的？啊，連這個這個上衣也是嗎？還是我說連這個上衣也是？這件，這個是你設計的還是這個？這件上衣啊。上衣啊，這個是嗎？哦，上衣是你設計的哦，給他鼓掌一下哈。對，就今天穿自己設計的衣服來，是。那有什麼要跟大家說的嗎？要不要告訴大家，一個從小被霸凌的人，怎麼還可以活到今天，而且還會自己設計衣服？你平常不是很囂張嗎？你平常是看我的時候不是很囂張嗎？還會踢我啊？你平常不是很囂張，為什麼現在這麼內向呢？就默默的做啊。就默默的做啦。然後就默默的畫，然後就默默的畫。嗯。那什麼時候去意大利學服裝設計？明年9月吧。明年9月，好，我們大家幫他集氣，好不好？好，他目前是在深圳，也是在那邊進修，好，然後後來接下來可能就要申請到意大利去接受服裝設計的訓練，對不對？好，我們給他謝謝他哈。好，好來，還有沒有哪一位新同學要讓大家認識你的？來，有嗎？來，聰明也要說話嗎？啊，聰明是我們這裡哈，像我早上上課才提到，聰明本身是一個化工博士啦，可是不曉得為什麼過去一直命運多舛哈，然後就是他是一個老實人也不太會說話，那天他提到他的這一輩子，後來學了賽斯心法。學了理財之後，有一天他兒子就跟他講，他說：“爸爸，好像你最近的人生有點像是老實人的復仇。”所謂復仇的意思是說，他用他的努力，用他的成功，讓過去所有看不起他的人，讓過去所有嘲笑他的人，甚至在工作單位欺負他的人，都對他刮目相看。那禮拜3的晚上，聰明講到這一段的時候，他也流下感動的淚水。好，那個感動的淚水是覺得，為什麼我今天可以不一樣？為什麼我今天可以讓過去那麼多看不起我的人，今天對我刮目相看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老實人的復仇。來，這個冷氣太吵了。是，就是其實很多人在問我說，比如說某某股票好不好，然後要不要買？那可是當他問我的時候，可能是很低的價位，可是他仍然會覺得非常高。那什麼是就是信念？就是其實還沒有發生，然後你願意相信。這樣會掉下去。這個不能拉嗎？好，你繼續講。我在問你老實人的復仇，你跟我講股票，你繼續說。是，就是還沒有發生，叫做相信嘛。那所以當初也是這樣子，就是那當初就是大概我翻閱我可以查得到的記錄是，大概是2013年左右，那我就開始，其實那時候工作是很不順利的，那我大概都是1年1聘的工作，所以可是那個時候我就去學怎麼理財，怎麼投資，就是星期假日，然後就開着車子去那個淡水，那跟郭功課學習。所以就這樣子，就是一直學。那其實比他有名，比他更常上電視的大有人在。那但是我就認同他的理念，然後就一直學嘛，那也學了
很久了，可能有十幾年了。那只是這樣子一直相信，然後一直相信這個價值投資，價值優先於價格。那包括其實像學習身心靈，也是在其實我家庭就是兒子是休學的狀態之下，我去進入這個身心靈的學習，那慢慢穩定自己的心理然後就可以就是慢慢學習，然後慢慢豐盛。那其實很多東西就是在還沒有發生、還沒有成就之前，那才叫做相信。那成就了之後，那就是變成是，它就是一個數字啦，那就是變成事實。那事實，那你也只好相信了。可是那個時候相信，大家會說，千金難買早知道嘛，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其實過去的同事說霸凌我，或者是說把我冰凍起來這個好像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就是我相信他們現在還在職場裡面打滾，然後還在爭奪一個位置，或者是爭奪調薪調多少錢。簡單來講，就是當你驀然回首，但見當年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霸凌你的人，還在苦海中掙扎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自己舒服多了。也是，就是那我已經離開這樣的一個河流嘛，那但是他們還在這樣子的一個河流中，就是互相的爭鬥。那當然，他覺得高興也是可以啦，那就是但是比如說像幾天前就有幾位那個過去的朋友，那他就是說以前我就跟他們說來參加我的課程這樣子那但是他們就當作沒聽到那最近他們又主動的說想要參加我課程，那甚至說甚至不是他認同，是他太太認同，說這樣的想法是可以執行、可以接受的。那就是我會覺得說，就是當我們成長的時候，對過去男同事最大的復仇就是讓他的太太認同你，对，讓他的太太叫他先生來上你的課，是這個意思吧？對。就是他身邊的人都認同了嘛，那他認不認同也不重要了嘛，反正就多一個人認同了嘛。謝謝。大家如果有投資理財方面的需要，可以來找我們的聰明。好，來，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哈。來，今天的主題是如何終結無止境的焦慮與擔憂。那等一下3點半的工作坊是化解無力感，優化生命品質哈。兩個題目是相關的，但是今天在講如何終止無止境的焦慮跟擔憂。來許醫師先從不同的角度來談，所以我們今天的演講的題目，我們先來肯定焦慮跟憂鬱。我們先來肯定焦慮跟憂鬱，那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講，如果一個東西它根本就沒有必要存在，它為什麼一開始它要存在呢？它是不是變暖氣啊？我怎麼覺得是變？太吵也不一定要關掉，就是不要那麼吵就好。他用眼白看我耶，因為我眼黑小。我怎麼覺得好像變暖氣？他用眼白看我。
我們工作人，我們的志工都很有個性哈。來，咱講煩惱，來煩惱啊，無煩惱要當會使，哪有可能無煩惱？好，所以如果各位我們這樣講，從小到大，我們有沒有擔憂的經驗？當然有啊。好，甚至我們從生存的角度，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適度的擔憂其實有助於生存。那包括各位小時候有沒有擔心被爸媽打？有啊，所以你要乖乖的上學跟寫功課啊。那在我們小時候，老師是會揍人的啊。那為了怕被老師揍，對不對？那就要好好的寫功課嘛。我記得我在國中1年級的時候，那時候我們還是少1分打一下哦。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我英文考了97分，然後各位一樣在後面排隊啊，打3下啊。好，所以小時候可能擔心被父母揍，好，擔心被老師揍，所以你要上學要寫功課嘛。後來開始擔心。月考到了，段考到了，書沒念完，來，要不要擔心？要啊。好，那念大學的時候，擔心大學畢不了業啊，擔心將來是不是能夠工作賺得到錢吶、啊？好，擔心將來長大之後能不能買得起房子，能不能結得了婚，能不能生得出小孩嘛？來，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從小到大生活當中，怎麼可能會沒有大大小小的擔憂呢？來，是吧？包括憂鬱也是啊，憂鬱也是。所以，如果我們從靈魂的角度，從生命藍圖的角度來講，來，憂鬱有沒有它的好處？有啊。各位，憂鬱的時候就是告訴大家，你不要煩我啊，我只想自己一個人靜一靜嘛，我想靜靜嘛。那你為什麼特別想靜靜呢？到底靜靜是不是你的大學同學？對，就是他跟他太太說：“我想靜靜。”靜靜是誰？你說，我想靜靜。告訴我靜靜是誰？各位，你就只想靜一靜嘛。好，所以有時候憂鬱也代表你把自己跟這個世界拉開。好，我不想那麼投入，行不行？我想回到我自己，我想獨處，我想獨處，我想跟自己在一起，或者也許我累了，我想休息。各位，所以有時候憂鬱本身它也有它的價值跟意義。我很喜歡舉，就像春夏秋冬。來，最近是不是有一點點初秋的感覺了？對不對？有一點初秋的感覺了，就早晚會稍微涼一點，早晚會稍微涼一點點了。好，蠻配合接下來星期一要中秋節了。好，那季節有什麼？春夏秋冬。各位，人也有啊，人也有。好，所以有時候我們講憂鬱，就是你不想再應付別人了，你不想再陪笑。各位陪笑知道哈？對，當大家都在歡樂的時候，你不想去陪笑，你不想再應付那些話題了，應付同事的，你覺得很表淺的聚會了。你想自己一個人，甚至你希望跟這個世界怎麼樣？保持距離。我想當一個觀察者，我想讓自己靜一靜，我不想那麼投入了，甚至我希望自己有一點點退出某一個團體。來，各位，一定不可以嗎？一定不可以嗎？或者我想要多一點沉潛在我的內心。好，所以我要這樣講的意思是說，當我們今天在講焦慮跟憂鬱的時候，我們得先肯定它。各位，得先肯定它。比如說我們講
父母跟小孩，常常很多父母跟我說：“啊，我套可能沒煩惱。”好，比如說像慶和，啊，這個擔心大兒子到現在還沒有結婚，啊，然後光復不是發生那個堰塞湖的這個潰堤的事件嗎？啊，大兒子就拿着個鏟子去當鏟子超人。好，其實爸爸心目中想的是什麼？你當然去救災很好啊，可是你去交個女朋友是不是更好？你是不是去生個小孩更好？你沒代誌，你去當什麼鏟子超人？當然，當鏟超人沒有不好啦。可是也許爸爸更期待的是什麼？你去給我成家立業好不好？來，慶和是不是？是不是？某一個潛意識有沒有這樣想？對，然後當鏟子超人沒有不好，但是現在爸爸需要的是你去給我結婚生小孩啊。好，我最近才看到一個網絡的新聞。好，有一對父母親要對他兒子提告。好，提告什麼？背信跟詐欺。背信跟詐欺，然後律師就問他說：“你為什麼要告你兒子背信跟詐欺？”他說：“如果到明年沒有讓我抱到孫子，我就提告他詐欺，就是我白白養他，他沒有給我孫子啦。背信就是背棄了我對他的信任。”然後律師就傻眼啊。你要對你的兒子提告背信跟詐欺，因為你要求明年一定要讓這對父母親抱到孫子。對啊，律師就傻眼啊，各位。然後現在的律師就會說：“好啊，沒問題，我可以幫你提告。”各位，他提告一定會輸嘛？但是輸沒有關係，他會賺到什麼？律師費呀。所以各位，你不要忘記，你找任何律師，你要注意了哦。律師的第一個首要的原則是什麼？賺到律師費。對，好，那如果是民事糾紛，好一點的律師會跟你說，官司我們可能會贏，錢不一定拿得回來。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官司會贏，錢不一定拿得回來。對，因為律師的首要任務是什麼？賺到律師費。各位，對啊，後來那個律師就說：“這個傻眼啊，可以幫你提告啊。”好，背信跟詐欺，好，就是你兒子可能也會去警察局做筆錄啊。好，到底檢察官會不會起訴我不知道啊，因為反正台灣的檢察官也很奇怪啊。對啊，會不會起訴不知道。好，回到剛講，焦慮。所以父母親對孩子從小出生來焦不焦慮？焦慮啊！來，各位，包括各位如果有從事中小企業的，來，現在台灣跟美國的關係焦不焦慮？焦慮啊！焦慮啊！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焦慮其實無時無刻都存在。那大家知道許醫師是家醫科醫生嘛，也是精神科的專科醫師。來，我來舉幾個跟焦慮有關的症狀。來，第一個，氣喘、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鼻炎，跟焦慮有沒有關係？有啊，有啊。各位，包括那個慢性蕁麻疹，來跟情緒有沒有關係？有啊，當然有關係啊。來，各位，第二個大家很熟悉的，來，胃食道逆流。來，有沒有？然後什麼？要來一顆什麼吉胃福適錠，然後喝咖啡吃點食要彎腰露出事業線，對不對？對，來，各位，胃食道逆流。再來，我們所謂的腸胃道肌躁症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脹氣、拉肚子、便秘。來，各位跟焦慮有沒有關係？好，或是每次到重大考試或重大的會議，來，是不是想跑廁所？來，是不是頻尿？來，各位，跟焦慮有沒有關係？有啊，一個晚上起來上好多次廁所啊。還有失眠、睡眠品質不良，跟焦慮有沒有關係？消化不良，來，都有關係哦。還有現在最有名的什麼自律神經失調，對不對？頭暈、
頭皮發麻，覺得吸不到氣，對，覺得可能會心臟病發作，覺得自己會不會中風？是啊，來，幾乎我們現在所有的身心問題，其實都跟什麼？焦慮有關。來，簡單來講，許醫師是家醫科醫生，常常我們以前過去很多的個案，比如說糖尿病，藥物一直在調整，糖尿病也定期都在追蹤，可是醫生就是發現你的血糖就是不穩定。那這樣的個案，80%-90%以上都有情緒問題，要麼就是獨居老人，每天盼望着兒子媳婦回來看他。各位，要麼就是每天在煩惱，為了孫子，為了所有的東西在煩惱。糖尿病，所有的藥該吃的藥都吃了，但血糖就是上上下下。來，有沒有焦慮？有。好，因為後來醫生就會跟你說，他已經不是單純藥物的問題了，是情緒所導致的。各位，還有慢性疼痛。我跟大家講過，以前我在新北市聯合醫院，在當精神科主任的時候，有一個個案一直來看我，他大概有30年的背痛。好，那當然你要去做檢查，排除一些物理的因素啦、什麼因素啦、疾病的因素。他說他就是背痛，背痛到就是覺得焦慮、憂鬱，不想活了。我說那不然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許醫師來開個血清素的藥給你。好，我們來，就雖然你是說你長期背痛，所以情緒焦慮、憂鬱。好，我們試着把它顛倒過來，有沒有可能其實是你焦慮、憂鬱才導致你長期背痛？我們要把它顛倒過來想。其實最開始的原因是情緒。好，那說我們試試看。好，我們來吃個抗焦慮的藥。好，短期的來吃個抗焦慮的藥。然後我們來試試看血清素的藥物。各位，結果1個月後，他來跟我講：“許醫師，你是神醫呀！”對，我專醫神經病的醫生，所以我是神醫。你想知道哈？許醫師專醫精神病跟神經病，所以我有2個神醫哈。他跟我說：“許醫師，你是神醫呀！”我說：“怎麼回事？”他說：“我30年的長期的背痛竟然不痛了。”我說：“其實我也是在治標，因為你過去說的醫生都在治療你的身體，而今天我開始試着從你的哪邊切入？情緒。我試着從你的情緒切入。所以你有沒有發現，當你的焦慮、憂鬱改善了，你30年長期的背痛竟然改善了，竟然改善了。那這件事在說明什麼？說明你30年的背痛其實跟你的情緒有緊密的關係。那雖然我是開藥給你，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你要不要開始去面對你到底在焦慮什麼？來，許醫師在講今天的第一個重要的概念。你要不要好好的去把你的焦慮看清楚？你在焦慮什麼？各位，是啊，焦慮是什麼？焦慮就是綠色的香蕉，叫焦慮。香蕉不能吃綠色的，對不對？要等它變黃了，所以叫什麼？禁止焦慮。香蕉不可以是綠色的。好，笑話講完了。所以剛講，你有沒有好好的去看你在焦慮什麼？來，許醫師已經在問各位一個問題了，甚至你開始問下一個問題：從小到大，最引起你焦慮的是什麼？來，我講個例子。比如說某一個個案可能跟我說，比如說爸爸88歲了，媽媽86歲了，一個健康還不錯，一個最近一直出問題，好擔心爸爸媽媽
接下來出問題死掉怎麼辦？來，各位，許醫師是治療專家。許醫師，我爸爸媽媽88歲、86歲，未來如果生病了，死掉怎麼辦？我就說，你不要擔心，你爸爸媽媽一定會死掉，他們一定會死掉，他們絕對不會死。來，各位，我有沒有講錯？來，誰的爸媽不會死的？你介紹給我認識一下。你爸媽接下來一定會死。好，那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他們應該會生病死。那生病的話，理論上就會住院，理論上會送加護病房，理論上可能到時候要你簽病危通知或放棄急救書。啊，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一定會發生啊！來，各位，所以有些焦慮是你明明知道它會發生，但是你怎麼樣？不想面對。來，是不是？啊，我爸媽有一天住院怎麼辦？他們一定會住院啊！一定有一天你會收到病危通知，一定有一天你必須要進加護病房看他。來，所以各位，所以當你在面對你的焦慮的时候，其實你是在逃避，還是你把它想得很清楚？來，所以第一個許是要告訴大家，你如何透過你的焦慮，而開始把事情開始往前想，而且把它想得很透徹。來，舉例而言。好像我們家養2隻小鸚鵡嘛，好，那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我們會幫它送終嘛，因為一般養小鸚鵡大概一般人養大概最多5年，好，就差不多就那個了。好，養得好的人有可能養到10幾年。好，那我可能有時候就會跟我太太討論，哎，那你下一次想養什麼？那我太太就會說，不可以養大鸚鵡，因為大鸚鵡有可能可以活到100歲。因為到時候他會參加你的告別式，然後他會就家屬代表有沒有？那就是跟所有的上香的來賓說，一鞠躬，那訓練鸚鵡說話，2鞠躬，3鞠躬，很會，很夠。好，你們家養的大鸚鵡會幫你送終，那你就只能養中型鸚鵡。好，那重點就在於今天各位，你所有養寵物的人，你開始預設到有一天你的寵物會離開你了嗎？或是你會先離開它？來，許醫師的意思是說，有時候當我們在面對焦慮的時候，是因為你在逃避往下想。來，在座這麼多同學，有一天你會老不？你會死不？啊，你要死，你會老，你會死。那你在死之前，有沒有可能你會坐輪椅？有沒有可能你會臥床？來，你想了沒有？當然，我沒有說你一定會坐輪椅，你一定會臥床。像我爸爸就沒有，既沒有坐輪椅，也沒有臥床。啊，刮鬍子刮到一半，坐下來就死掉了。我媽媽既坐輪椅又臥床，來，對不對？來，所以各位，你想清楚了沒有？但是當你在想這些東西的時候，你是覺得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誰要來照顧我？我的保險金夠嗎？我將來有辦法請外傭嗎？小孩子不理我怎麼辦？各位，來，請問開始焦慮了沒有？焦慮啦。好，所以有時候我們會不敢想。好，但是我再回到剛講，焦慮最重要的本質是，當遇見一件事情是我不滿意的，我無法掌控的，我能不能事先做準備？所以焦慮的目的是為了讓你不焦慮。焦慮的目的是為了讓你不焦慮。所以有時候我會跟一個焦慮症的個案講，我說好像你很焦慮哈，那有沒有焦慮這件事有沒有讓你比較心安？各位。他說有啊，因為你不焦慮，
你會更焦慮啊，因為至少你覺得你有在焦慮。來，我的意思是說，來，各位有沒有一個焦慮症的人，旁邊的人都不焦慮？你身邊的人都不焦慮，請問你是不焦慮還是更焦慮？像以前我父母遇到我就很焦慮啊，因為在他們眼中我什麼都不管啊。好，以前我爸看到我就常說啊，你就天天講啊，不然你就我名一個天字啊，許天勝嘛，你就天天哈啊，無要無緊，哈。我在我的父母眼中就是天兵，各位知道哈。從小在他們眼中，我就是會念書，品學兼優，然後只管把自己的事做好。各位，对，好，然後你說我爸就會說啊，你祖先也不拜。我說他祖先就要當自強啊。對，好，是我爸就會覺得啊，你都天天你知不？所以遇到我很不焦慮，他們就會怎麼樣？很焦慮。啊，比如說我媽跟我說啊，你都不擔心你媽的身體哦？我說媽，反正你也會死啊，早晚人就會死啊，那有什麼好擔心？我擔心也沒有用啊。好，我們都會講擔心沒有用。來，我再舉個例子，之前常常一輩子都在擔心的同學，後來突然聽到徐師一句話，醒過來。第一個，你在擔心一件事，到底是對那件事有幫助，還是讓那件事情更糟？對。第二個，你在擔心一個人，對那個人有幫助，還是你對他的擔心是一種負能量？可是一個同學跟我說：“徐師，我聽到你的演講，我整個醒過來。”我說什麼？哪一個演講在講什麼？他說：“徐師，你講那個很殘忍，但是講得很真實。”我說哪一個？他說：“你說擔心就是詛咒。”各位，請問擔心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對，來，請問你一直擔心你的小孩的健康，擔心你的兒子、女兒、孫子的健康，請問這是一個正能量的祝福，還是一個負能量的投射？比如說，我舉聰明當例子，聰明，我擔心你外面交4、5個女朋友，聰明，我擔心你到時候精盡人亡。聰明，我擔心你身體不好，聰明，我擔心你這樣子，好愛賭博，錢都輸光光，好，聰明，我看你這樣氣色，哈，這樣子，啊，來，各位，請問，你覺得這對他好還是不好？來，我再講個例子。你們都很討厭人家一直擔心你，可是你們在擔心別人。來，是還是不是？我們最常跟父母講的一句話是什麼？啊，你跟人家還肉都不好。來，是不是？你們都很討厭人家投射負能量給你，可是你們一天到晚投射負能量給別人。就是說你還肉，人還肉，你就袂爽，你剛剛來還肉別人，你就剛剛你會使啦。來，是啊，不是？對啊，好，比如說我有一個個案在擔心他兒子，什麼債務、賭博，我就說啊，請問你擔心他就會不賭博嗎？你擔心他就會更好嗎？所以你的所有的擔心，到底對這個人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好，比如說我剛才講，我說我在擔心聰明，來，請問，也許我是好意，可是對他而言，這是不是一個負能量？甚至他有沒有更像是什麼詛咒？來，所以徐師講一個白話：如果你沒有覺察、沒有智慧，你在擔心你所愛的人，其實你是在的救抓，沒錯吧？你其實是在詛咒他，因為回到剛講，那請問人家一直擔心你，你覺得 OK 嗎？是，你講第一句話是關心。比如你到徐師身邊啊，徐師你推廣賽斯心法，你身體要注意哦。啊，謝謝你關心。徐師，我看你今天腳步虛浮哈，你是不是腎虧？徐師，我看你今天氣色不好哈，
你是不是有隱疾哈？啊，其實我看你這樣精神不濟，你後面好像很多那個冤親債主跟着你哦，你跟着你才跟着你的，假賽。各位，你現在懂我在說什麼嗎？你下次隨便找一個人，哎，看你氣色不好，昨天好像睡不好哦，啊，睡不好哦，會脾虛哦，啊，會腎衰竭哦，啊，會肝功能不良哦，啊，會不舉哦，啊，會早洩哦，我靠！各位，你現在知道我的意思了嗎？為什麼你們那麼討人厭？你其實是愛他跟關心他，對不對？可是你再講下去就會變什麼？你是在他就抓了啦。各位，我真的再講一個例子。以前我們就真的很孝順，比如說那時候當醫生、住院醫師很忙。我記得那時候好像除夕前一天還除夕那一天，我又載我爸媽要去北投泡溫泉。很好的一件事，對不對？然後我媽那時候不知道哪個神經壞掉，就說你開車危險，我在後面跟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就一直在開車，一直念阿彌陀佛，我那天就撞車了，我來幹！我明明是在保你平安，你在後邊一直在念。各位，你是要保我平安，但是你即馬你的心是有平安也無平安。你的心無平安，你唔是我朋友去害死，明明都無代志，害我去弄車。對，你乾脆你在念，往生的時候你在念好啊，不然你對着你爸媽，南無阿彌陀佛，你就對着你阿公阿嬤去唱。我告訴你，你看你就怎麼死的。你是在救主我死呀？你現在有點知道我說的意思了嗎？對吧？你兒子每天對你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他是在各位，你现在有點明白我的意思了嗎？所以，如果你沒有智慧，你沒有好好的自我面對，你都會覺得自己是對的。而這個世界最可惡的一種人，哪一種人？都覺得自己是對的人。因為你在你的对裡面，你不會想改變，你不會去知道別人的感受是什麼。對啊，你不會去知道別人的感受。所以當你投射這麼多焦慮能量，那是因為你沒有處理好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心不安吶。那當你把你的心不安，第一個投射到你的身體，你當然腸胃道肌躁症啊，你當然胃食道逆流啊，你當然你的自律神經失調，當然你焦慮恐慌啊，你失眠啊，因為你的身體承受了你這麼多的什麼負能量的投射。那同樣的，你把負能量投射給誰？你周遭的所有的人啊。好，所以那件事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我就跟我說，你人在塞車，你賣個臉嘛？我保你平安。你是有外煩惱，我袂平安，要保我平安，我本來就足平安的啊。各位現在知道我的意思哈？你是有外煩惱，我袂平安，你才要保我平安。啊，你覺得我收到的是平安，還是你對我的擔心我不平安？砰，就撞到了。好啦，現在平安了啦，我剛才你有打臉啦哈。啊，有歡喜吧？好，所以各位，也許你認為你在關心一個人，可是回到我今天講，你是不是投射負能量給他？來，我們今天將心比心。你現在身為小孩，你希望父母不斷的擔心你嗎？當然，我同意擔心的背後是關心跟愛。可是關心跟愛不能只是擔心啊，關心跟愛也可以是信任跟祝福啊。來，是不是？是哈。各位，愛跟關心，它不只是不斷的投射焦慮給你，愛跟關心，它背後也可以是一種信任。然後一種正能量，然後一種祝福，對不對？而不是不斷的把你自己處理不好的恐懼跟擔心投射給你周遭所有的人。來，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們從今天開始，當你發現你又在投射負能量的時候，回來問自己：是的，我的確是有愛跟關心對周遭的人。可是，是不是我的愛跟關心，我一直不斷的把它轉化？我以為
好，焦慮，我以為不斷的擔心才是對的。各位，好，你知道精神醫學裡面有一種叫慮病症嗎？就每天永遠在擔心，從頭到腳都會生病。我說對了，好，你的頭髮中風了，好，你的指甲指甲怎麼樣？指甲骨折了。對啦，頭髮中風的指甲骨折了。對，慮病症是什麼？從頭到尾就覺得自己會生病，你投射所有的不放心、不信任到你的什麼身體上面。那當然，你去做健康檢查，我覺得 OK， 有症狀去看醫生都是 OK。但是你需要對健康有這麼大的焦慮嗎？對呀。好，各位，有時候變成我們講焦慮變一個習慣，變成你不焦慮，你不放心。是啊，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回來看你的心安不安，安不安？你大部分是活在宇宙的愛跟祝福，還是你覺得你經常就是面對這個世界所有的恐懼不安？來，各位，那當你活在這麼多恐懼不安，來，徐師開個玩笑，你活到今天，你有活得比較好嗎？我記得之前有一本書，他提到人生99%擔心的事通常不會發生，可是這些99%不會發生的事情，它幾乎占了你這一輩子所有的什麼思緒。來，後來你問你自己，你再回頭看，當你是這個狀態的時候，你問你自己，你覺得你真的值得嗎？真的值得嗎？來，我知道我們人之常情，我們在這把年紀都會擔心父母的健康，都會擔心有一天父母会離開。各位，可是它就早晚一定會發生啊！所以我如何去面對？我如何去接納？我如何去相信這是宇宙給我的功課？我如何借由賽斯心法的學習，而讓我自己雖然有焦慮、有憂鬱，可是我的心一直是住在哪裡？平安裡面。來，比如說這一次台灣光復鄉的這個事件，好，現在他們講到心靈平安，心靈平安。後來徐醫師，好，跟團隊講了一個概念，就是第一個，靈魂是永生的；第二個，我們來地球出差、旅遊、學習、考察兼玩耍，我們來投胎。人生有起有落，但是各位，徐師想給各位的一個終極保證是，我們永遠都是平安的，永遠都是平安的。意思是說，我們是來地球學習跟成長，我們是來地球學習跟成長。地球比較像是我們來投胎，我們來擴展我們的經驗，我們來認識宇宙的本質。是啊，各位，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你就常常可以提醒你自己，你是不是又在掉入了焦慮跟恐慌？好，所以剛剛徐師要講，當你掉入焦慮跟恐慌的時候，你要開始學習面對它，面对它。來，舉例來講，那天徐醫師輔導一個大陸22歲的年輕人，他發作恐慌症。好，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剛好大學畢業要去就業了，另外一部分他可能沒有說出來，他父母親這幾年可能生意不好，好，給他的經濟的支持開始會減少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從小到大，他所受的教育告訴他，他要強大，要強壯，要堅強，要勇敢。
各位，台灣的同學也是一樣啊。從小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要什麼？要堅強。好，我爸也常跟我講啊。好，因為之前早年我痛風發作，在那邊哀哀叫的時候，我爸就過來說：“哇，你要堅強。哦，查甫囡仔唔好哭，你要堅強。講爸，你點點，我今擺就足疼，我今擺就想要哭。對，他是愛你，愛你叫你堅強。父母親會鼓勵你堅強，可是這時候你想跟他講的是：我可不可以不堅強？我可不可以脆弱？我可以不堅強嗎？我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強大嗎？我可不可以覺得我不行？來，各位，我可不可以覺得我不行？來，我在講焦慮咯。來，各位跟我念一遍，我可不可以覺得我不行？我可不可以覺得我做不到？來，比如說徐世來是一個很窮的家庭，父母親沒有受什麼教育。你知道從小到大，我們最難跟父母說出口的就是我不會，我做不到，因為父母已經是社會的弱勢了。父母是低社經地位，父母在這個社會已經有一點點立不了足，抬不起頭了。所以當你是一個很懂事的孩子的時候，你就想表現得很好，得到父母親的肯定。我相信在座很多同學，你們從小到大，你很難對一個你心目中的權威、討好的對象說出什麼“我不會，我不行，我做不到”。來，我先要講我太太一個壞話哈，也不是我之後在跟我太太討論說什麼，她就說啊，這個我不會，啊，這個我做不到，啊，這個我不行。我就會看着她，你好幸福哦，你怎麼可以那麼無恥的說出？你怎麼可以這麼無恥、這麼自然、這麼毫無愧疚、毫無廉恥的說出這幾句話呢？各位，他就跟我說：“我不會啊，這我不行啊。好，等一下出門要不然你開車，我開車比較慢，你開車比較快，你開好了。”我就看着他，人怎可能無恥到這個地步？因為他從小到大的教育，他很容易可以說出來他什麼？他不會。他做不到，他不行。我們家不可以耶，哎，對不對？我們家不可以耶。我們家第一句話，爸爸就會笑着說：“啊，你們沒路用，你沒路用，你沒使沒路用呢。”來，各位講一遍：我不可以沒有用。焦慮了沒有？你好想要沒用哦。可是你不可以沒有用哎，你一輩子都只能什麼？有用，有用，再有用。來，那個佩玉講一下，有用，有用，再有用。我就是在公益啦，好，這洗澡不跟他哈。我就是要有用，有用什麼？再有用。所以當你面對你其實是害怕的，你可能會沒有用，你可能做不到之後，你開始焦慮了沒有？因為那就是你自我身份感的崩潰。我怎麼可以沒有用？對不對？我怎麼可以是軟弱？我怎麼可以是不強大、不強壯的？我怎麼可以是不堅強的？來，各位，当然我的意思，我們社會鼓勵我們強大、強壯是對的，你要做得到嘛，你要有能力嘛。可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家庭從來沒有教我們，我可不可以是做不到的？我可不可以是沒有用的？來，我又回到焦慮了。來，各位，好，當然我不是教各位耍賤的意思，哈，不好意思。但是當你真的可以說，啊，我就不會呀。各位，你可以表情輕鬆，不自責，不羞愧，不尷尬，因為當你不尷尬，最後什麼？尷尬就是別人。來，各位跟我講一遍啊，我就是不會呀，來講一遍。啊，我今天不會呀，我可能昨天會，但今天就突然不會啦。因為我今天可能不会，我也許明天就會啦，對不對？當你可以自我接納，但是我說的不是那種甩鍋，我說的不是那種賭爛票那種東西哦，就是，啊，各位，啊
當你很可以自我接納的說，是的，我不會啊。來，各位，你就不會那麼焦慮了。因為焦慮的本質是什麼？我覺得我一定得會，我不可以不會，來，對不對？是啊。好，就像我跟我太太講，我說許醫師最近有點焦慮跟憂鬱，我說我啦。好，那我最近怎麼樣焦慮憂鬱？因為各位從我開始進小學，好，尤其是3、4年級之後，我其實所有的重心就是放在念書。大家知道嗎？學霸嘛，品學兼優嘛，所以我整個求學的歷程，我的生命重心就是念書。好，那念書之餘，寒暑假啦、放假啦，就是那些生活基本上是以念書學業為主，而生活是念書學業考試之餘的一個放鬆娛樂的活動。我生命的重心是念書為主。好，但後來出社會當醫生，或學習賽斯心法，推廣賽斯心法，我的重心變成什麼？當醫生。比如說看診，比如說讀書會，比如說海內外的推廣，對，好，比如說像我昨天就早上是教學門診嘛，好，下午是個案討論會，然後個案討論會要跑一次，那個醫學會要開一個理監事會議，昨天就3個活動，對，這3個活動。好，早上到晚上，終於有點時間去抓一隻寶可夢。對，今天下午2點到5點是那個巨精怪的那個極巨化對戰。我等一下，那個3點，還要去抓一隻寶可夢。各位好累，好辛苦哦，就是後來我出社會之後到現在，徐師虛歲過年完，今年過年完要邁向59歲，鼓掌。我在2年就60歲了，好開心哦！對，好。有時候我就會想，我怎麼辛苦工作了一輩子？雖然這也是我喜歡的，各位，這也是我喜歡的，我也同意，這也是我的樂趣，也是我的成就感，我也都同意。對，好，然後最近有一些個案比我年輕，有沒有？然後就退休啦，幹嘛幹嘛，我們就心養，你知道哈，心養。後來我那天就跟我太太說，我說我知道最近我為什麼有點焦慮跟憂鬱了，因為我開始要回到不是以我的工作，以我所有那一些要做的事情為主了，我希望回到我以生活為主，而我要做的事情變成是為輔。可是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這樣過，我這一輩子永遠之前都是以學業、以工作、以我要做的事情為主，我都是把我的生活那些東西做完了，我才去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放鬆，好好的休閒。我跟我太太說，原來我開始內心有一個板塊在移動了，我希望回到我是以生活為主，在我的生活，在我的放鬆，在我的自在閒暇之餘，我再去工作，再去推廣，再去做所有我要做的事。我現在開始面對我心中的板塊的移動，但是我開始什麼？焦慮。這樣可以嗎？這樣真的可以嗎？來，各位，那有點像是以前你的孩子、兒子、女兒是你的責任，你要把他們帶大學業啦。那現在變成阿公阿嬤，你帶孫子，可是帶孫子其實你只是陪他們玩。你並不負主要照顧的責任，大家有點懂我這個比喻哈？就好像許醫師一輩子是以功課為主，一輩子是以我要做的事為主。好，雖然我也有在玩，我的生活也蠻充實的，可是基本上那個主跟末的位置，一直是這個板塊沒有移動。可是當我現在想把它移動過來，我想回到以生活為主了，生活的快樂，生活的樂趣，好，生活的輕鬆。生活的喜悅，而以生活為主，變成我其他的部分，比如說看診、當醫生、做推廣，變成它是一個輔助的這樣的板塊的移動。各位，我會焦慮，我會焦慮。好，意思是焦慮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對一種未知的恐懼。來，各位，我講個實際一點的。來，面對你們有一天往生死掉之後會去哪裡？請問你們會不會焦慮？對啊，那天我自己腦海就在那邊自己運轉。比如有一天我媽媽如果走了，好，我要怎麼去描述這個文字？那各位親愛的同學，好，在這裡很沉痛的告訴大家，好，許媽媽已經往生賽斯極樂天堂。各位，已經往生賽斯極樂。我們現在是在模擬，我媽還沒有死啊！我媽還沒有死，我媽還沒有，我只是在模擬。好，這個許媽媽已經順利往生賽斯極樂天堂，好，極樂世界，好，而且我要把賽斯放前面，極樂世界放什麼？後面。要把賽斯放前面，因為我是學賽斯的嘛，我哥哥是阿彌陀佛的嘛，哈，所以我要把赛斯放前面，往生賽斯極樂世界。好，因為如果我直接寫賽斯天堂，就不尊重其他的兄弟姐妹嘛。好，所以我這個媽媽原來的宗教信仰要稍微尊重一下。好，但是現在是由我做主嘛，對不對？就把赛斯2個字放前面。好，那各位，我記得小時候其實很害怕父母死掉，死掉之後我們的親人就不見啦，開始焦慮。或是後來慢慢長大之後，覺得父母親如果有一天死了，他們去哪裡？還存不存在？會不會下地獄？以前我講過嘛，如果我媽媽下地獄，那我是不是像目連一樣要去救母啊？以前佛教的故事，目連救母嘛。對，那將來還有沒有緣分見面？來，學師的意思是說，我們有好多的焦慮，都是因為什麼？面對未知。面對未知，是啊，來，所以某一部分，所有這些焦慮，來，我要講焦慮的正面意義了，也是促成許醫師這一輩子為什麼不斷的去學習賽斯心法，追求賽斯心法或推廣賽斯心法。因為焦慮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你解決焦慮。焦慮存在的目的是讓你把焦慮看清楚，以便有一天你可以去面對焦慮，而讓自己不要那麼焦慮。好，說句實話，一個小孩面對父母親，擔心父母親有一天年紀大了怎麼辦？擔心有一天父母都往生了，離開這個世界，他們去哪裡？會受苦還是會受難？來，各位，簡單來講，許醫師對於這些所有世俗的焦慮，我老實告訴各位，我幾乎在賽斯心法的學習裡面解決了80%-90%。所有一般世俗人，你們不敢去想的也好，沒有去想的也好，當你想不下去，而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的，我在賽斯心法的學習裡面幾乎解決了80%-90%。來，各位，包括我剛講的沒有錢的焦慮，包括孤獨的焦慮，包含所有你們這一輩子你可能會面臨的所有的焦慮。就如果說我跟各位一樣，我從小到大，來，我的個性也是很容易緊張的哦。我跟大家講我的基本個性，其實從小的基本個性是，所有我第2天上學要用的，我前天都會準備好。我放學回家第一件事是把作業寫完，放暑假我一定在前2個禮拜把2個月的作業寫完。我從小到大什麼東西都很自律。那為什麼會這麼自律呢？因為什麼？焦慮呀，焦慮呀。我是一個必須把事情做完的人，我是一個每件事都希望把它完成的人，我是一個心裡不能有事情的人。對，但是我又是一個很會想的人。
那麼宇宙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存在？各位，好，如果佛家講的是對的，人會六道輪迴，那我就問各位，來，請問在座同學還沒有吃全素的，還有吃肉的，請舉手。你們都在吃祖先的肉哦，你們都在吃冤親債主的肉啊！你怎能如此呢？如果六道輪迴，人會輪迴當動物，動物會輪迴當人，請問你是不是在吃冤親債主的肉？你不焦慮嗎？來，焦不焦慮？如果六道輪迴是真的，來，你們解決這個焦慮了沒有？來，知道我在說什麼嗎？好，所以我剛講，因為我的焦慮，這是真的嗎？若是真的，那為什麼你還在吃肉呢？或者昨天看到個新聞，一個吃全素的人在巴厘島餓死了，營養不良。他很有功德，但他餓死了。好，我的意思是說，各位，焦慮是宇宙給我們的一個禮物。第一個，他逼你去把所有你面臨的焦慮承認、面對、想清楚、弄明白。第二個，所有你對未知的焦慮，比如說接下來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兩岸的關係會怎麼變化？好，現在台灣跟美國的關係，現在知道，各位，美國在跟南韓談判嘛？那因為南韓的汽車外銷美國大概占一半。好，南韓的汽車外銷美國大概占它的汽車外銷的50%，好像49.1還多少？所以美國就用這個東西跟韓國談判，要求南韓要投資美國3500億。占韓國的外匯存底84%，就是美國要韓國拿國庫裡面的外匯存底的84% 去投資美國，而且要一次付清，而且投資的產業美國要占90%，韓國占10%。各位，4個字叫你娘卡好，有沒有聽懂？美國要韓國的外匯存底的84%， 3500億投資美國，現金，而且投資美國的錢全部韓國出。可是如果有收入，美國要拿多少？90%。各位，就是你們來投資許醫師，我1毛錢不要出，但是我要占90% 的股份。這樣知道我在說什麼嗎？那韓國就不敢簽嘛，簽了就亡國了嘛。對，來，焦不焦慮？焦慮啊！現在韓國從頭到尾都很焦慮啊。來，各位，來，不要說韓國，來，台灣的兩岸關係焦不焦慮？你看，像上次大罷免有沒有？各位，來，大罷免我講個笑話啊。好，因為第一個學士沒有什麼政治傾向，好，然後我身邊有一些人。好，比較是深藍的嘛，但是大罷免結果出來就跟我說：“哇，徐醫師，我今天好開心，好興奮哦！啊，這個大罷免一席都沒有過，台灣安全了。”然後我又聽到另外那個深綠的有沒有？那個青鳥哈，對哈，到底是青鳥還是藍鳥？青跟藍有什麼不一樣？各位，那些青鳥就跟我說：“徐醫師，台灣危險了。”我趕快來辦第2國護照，哦，台灣沒救了！我那多山，哦，小小多山的多白痴的國家，哦，明明就要被對岸吞掉了，罷免一席沒過，台灣危險了，趕快來準備移民。哦，各位，我都精神分裂，你知道哈？我都精神分裂了，所以到底那個大罷免一席不過，台灣是安全的還是就危險的？看同樣的一個現象，兩方的解讀完全不同哎。來，這樣懂我意思？各位，所以焦慮是誰的？自己的。
焦慮是自己的哦。好，這是徐醫師的個案裡面。好，還有那個商人有沒有？他跟我說，徐醫師，我們現在商人現在這個在，我們現在在做啊，在內帶外投。什麼叫內帶外投？準備要產業外移，在台灣貸款，然後貸款的錢去什麼？去美國投資。我們要準備要內帶外投了。對，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個現象。到底是台灣的翻身的機會，還是要把台灣掏空？在國內貸款去投。各位，好來，我現在在講焦慮。第一個焦慮是自己的，第二個焦慮跟你的信念有沒有關係？來，我再講一遍哈，各位，當你的焦慮來的時候，告訴自己，我是來地球幹嘛？出差、旅遊、學習、考察兼玩耍。仔細去看你的焦慮跟你的什麼信念有關。仔細去看你的焦慮，你的擔心，真的是你的擔心，還是賽斯心法一直在講叫四條街外的惡犬？來跟我講一遍。四條街外的惡犬。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來講一遍。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講一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講一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來，還有什麼類似的成語？啊？來，各位，來，剛剛那些東西可能都是對的，但是徐醫師很擔心哈，未來還沒有來，你已經循環多個戲呀。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嗎？來，各位，意思是說，你所擔心的事情來了沒有？我不知道，可是恐怕你已經自律神經失調了。好，你的孩子健康出問題了沒有？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開始擔心他的身體健康，擔心到你睡不着了，一定先出問題的是你。好，甚至大家知道徐医師有很多癌症個案嘛？我其中有一種癌症個案，就是通通在擔心全家的健康。然後最後這個人得癌症，我說你不覺得自己很沒有說服力嗎？你周遭每個人都比你作息不正常，你周遭每個人都比你亂吃，結果最後得癌症的是你，你不覺得你很沒有說服力嗎？我就跟他講，你覺得真的問題是出在作息、出在食物嗎？還是出在其實你一直都不快樂啊，你一直都活在擔憂中啊。你一直都活在擔憂中啊，各位，四條街外的惡犬，再講一遍。四條街外的惡犬。對，你現在比如說走在新莊的馬路上，你在擔心忠孝東路的一條比特犬，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面，它告訴我們，你好像就是應該要焦慮。各位，所以你有沒有過度焦慮？還是當你學了賽斯心法之後，你把所有你的焦慮變成你學習、成長、開悟、解脫的什麼動力？來，我剛剛講，我是一個很容易焦慮的人。徐醫師的性格是很容易緊張的，哈，比如說我的手，哈，也常常是比較會有手汗的人，所以我是一個自律神經比較旺盛的人。好，所以我之前會心律不整嗎？各位。我是一個非常容易緊張的人，我是一個非常容易焦慮的人。啊？剛剛誰說看不出來？我是一個非常容易緊張的人，我是一個非常焦慮的人。我是一個安全意識很高的人，啊，對，但是我還很天呢，所以我的天就是變成我的修行，
因為我是這麼的焦慮，我是這麼的不安，因為我是這麼的對生死離別、生離死別這麼的感同身受且放不下的人。我以前小學3年級，只要想到我爸媽可能會死，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想到這個世界我生離死別，我想到一只螞蟻被踩死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想到這個世界人會死掉，人會痛苦，會難過，我就一直哭。各位，就像剛剛講，所以如果我一直這樣下去，我活不下去，知道我意思嗎？小學我一直想到我有一天我父母會死啊，我就一直哭。对，以前我2個姐姐出嫁的時候，我爸这樣一直哭，一直哭。各位，後來有一次我外甥女，我大姐的女兒出嫁，我那天我眼淚止不住，我就一直哭，然後我媽就過來，你在哭什麼？這個，我可能被我爸附身還是怎麼樣？我外甥，我大姐的女兒結婚，我就一直哭，我眼淚止不住。對，我們內心是這麼的情感豐富，甚至見不得生離死別，甚至是沒有辦法去看任何我們關心的人受苦，有沒有？可是那個東西，要麼我們就是壓抑，要麼我們就是不敢面對。好，但是就像剛剛同學講，看不出來，對不對？對，我是很容易焦慮的人。來，最後沒辦法，活不下去，尋求什麼？開悟解脫。所以我最感謝的就是我接觸到賽斯心法。說實話，你們真的都接不接觸，我真的無所謂。我最感動的是我接觸到。所以各位，你們知道，學是這30-40年推廣賽斯心法，因為我自己接觸到了，我自己要走上開悟解脫的道路，我知道眾生在受苦，所以我順便推薦給你們，順便知道哈，順便。所以徐是從來不強求，因為這本來就是我的副業啊。好，因為我自己是這樣的性格，我自己是這樣的一個容易焦慮的人，見不得生離死別的人，身邊任何人受苦，所以我沒有辦法走眼科，你知道嗎？我沒有辦法走眼科，因為我看到人家眼睛那個有沒有，我自己就想哭，你知道？我沒有辦法。好，簡單講，我沒有辦法見眾生受苦。尤其是你親近的人，所以我自己就只好走上開悟解脫的路。所以後來為什麼我走上賽斯心法？各位，因為它帶給我一種平安，它帶給我一種終極的保證，它帶給我原來我們是來地球出差、旅遊、學習、考察兼玩耍。原來在我們的內心有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跟神通。所以我自己這麼的獲益，所以我為什麼會這樣做的推廣？所以我講開玩笑，眾生學不學，真的我無所謂。我就是一個想分享的一個概念而已。因為我自己走過這樣的焦慮，我自己走過這樣的人生，我知道當人不容易，當人好辛苦。所以當我走上這條路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快樂，很健康。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對。好，我們今天一樣，祝大家中秋節快樂。那來2本書介紹哈，一本是那個孩子不說，父母該懂，好，徐師的新書啊，另外一個就是賽斯私人課第2冊，介紹給大家，好不好？等一下我們3點半工作坊回到現場，謝謝。